见到他。一位，你这办事效率是越来越高了啊！这海港还没开港，你就配合海关落实大监管体系了。嗨，码头安全无小事嘛。哎，秦总，怎么，你们也来巡视来了？秦总今天值班吗？是啊。 我一再要求他们严格按照抽查率来抽查，一点不能马虎啊，把他们累够呛。那您也辛苦了。哎，你这话说的有点见外了，我毕竟还是咱们港口集团的常务副总吧。是啊，自打我进了东江港，就没听咱秦总喊过一声累，是吧，秦总？我这就是操心的命，安全无小事嘛，没办法。那秦总您继续在这儿盯着吧，我们回去一趟。 一期快开港了，有些事情呢还得讨论一下。好，你们放心忙吧。哎，海涛，叔，我现在在你家呢，你赶紧回来，救我一命。 出什么事儿了？一位，有些事情啊，看在眼里就好，在没有证据之前，不能随便说出口。你刚才对秦城这态度可不行啊！我就是想敲打敲打他。行了，以后我注意。喂，大曾，张总，刚刚得到消息，伊娜已经死亡。什么？是澳门警方那边通知我们的。澳门警方？对。 他根本就没有飞香港，是直飞澳门，所以澳门警方那边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些线索。那金印呢？金印还在吗？这方秋平根本就没有带着金印走，一定要严防死守秦海涛，不能让丁怀再有可乘之机了。行，我知道了。出什么事儿了？ 海涛，怎么了？慌里慌张的。就我说，到底怎么回事？方秋平，方秋平，他不是已经死了吗？不，他没死。海涛啊，你是不是疯了？胡言乱语的，说什么呢？我没有。我就是方秋平。这张照片你记得吗？ 这是我生日那天，你和我一起在街心酒店照的。还有这条项链，这是我生日那天你送给我的，记得吗？你还记得这颗痣吗？当年的沉船案就是丁怀干的。我们之所以选择那天早上的船，就是想着上面不会有太多人，我也不知道上面会有那么多人啊。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现在丁怀让我帮他把金印带出去，如果办不到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而且他现在怀疑方秋平把沉船案的整个原委告诉过我，很有可能会杀我灭口啊。说，您跟丁氏集团这么多年来牵扯很深，您一定要替我说句话。这个丁怀，真是情人太深了。 我早就给你说过，这个方秋平是个狐狸精，你就是不听。说，你现在还说这些有用吗？现在方秋平的命都攥在他们手里，我们绝对不能跟他们硬碰硬。您这次一定要救我！
领导，丁总啊，打扰了。哎呀，我那个不成器的侄子突然哭天抹泪的来找我，说他得罪了您，让我求求情。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放过他吧。金子，小辈儿的犯错，改了就好。我已经看你的面子，准备原谅他了，给他指了条道，就看他愿不愿意走了。丁总，他都跟我说了。可是走私国宝是大罪啊，不是我不帮这个忙，是风险太大，万一失手。领导，有你在，怎么可能失手呢？只要把金义顺顺利利的带出关，我怎么可能和一个小字辈的计较？我还准备给他一笔赏金呢。秦总啊，我知道你早有去意，只要这件事情办好了，您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去加拿大和妻儿们团聚了。后天有一艘开往东南亚的集装箱货轮，我让海涛提前把东西夹在货物里面，等货轮到了目的地以后，就派人来接吧。好，和秦总合作就是爽快。这次以后，你我就算两清了。两清了，两清了。宋初，目标出现在集装箱码头，看样子是准备出货了。千万不能答应，务必人赃并获。宋叔，你赶紧看看这个。
的时候，丁怀应该已经对我下手了。你不是一直很好奇我的底细，以及我和丁怀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吗？现在我可以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你，我就是方秋萍。当年的沉船案件，6条人命魂归大江，就是你叔叔的手笔。事后我顺水逃遁，而丁怀要的就是我手上金印的线索。当然，金印只是他的目的之一。他拿住了我和赵达夫联手倒空崖山1亿多售煤款的事情，想要借此控制崖山煤矿牟利。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江河上任之后，让原本被我们架空了的廖汉中起死回生。他最终也没占到多少便宜。丁薇薇，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警察也应该收到了我所有的证据。天道循环，报应不爽。他要我的命，我也绝不会放过他。你们怎么来了？我是沈一威，马上停止调教，把这批货给我放下来。你们是干什么？秦总，海关要检查这批放往东南亚的货物。检查？这批货已经查过了。我们是例行公务，还请你配合。配合。检查吧，这个集装箱马上就要上船了。那就从这箱开始吧。师傅，你怎么还没过去啊？啊，海关的来了，说是要问一下司机一些情况，赶紧过去吧。啊，好的。啊。在前面。收队，收队，潜逃上了集装箱车，可能想逃跑。别让他跑了！
车开的不错啊。开玩笑，以前开摩的的。没事，自从离开警队以后，很久没这么刺激了。对呀，秦海涛，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人，没想到你竟然干出这么愚蠢的事儿。我是为了救秋萍的命啊！他已经死了。你说什么？丁怀把你给骗了。哪个？在底下。金英呢？在底下。宋副。哦，老姜，就在抓捕之前，我们收到了方秋平寄来的丁氏操控裕泰号沉船事件的罪证和影音材料。丁怀这个老狐狸跑不了了。真是贪心一起，歹念就生啊！没想到沉船案的真相真被我们料中了。是啊，现在秦海涛、赵达夫落网，崖山煤矿的巨额售煤款也终究被追回，你总算可以对廖汉忠有个交代了。不过，他作为崖山煤矿的矿长，也有失察之过，还是要被追究责任的。我想老廖应该早就有这个心理准备了。江河啊，案子告破，也总算可以告慰当年那些魂归大江的人了。喂，微微，嘉禾，我现在在家呢，你能来跟我见一面吗？去吧。嘉禾，我要是说我今天才知道伊娜就是方秋萍，沉船事件也是我叔叔一手策划的，你会相信我吗？我信你会守住自己的底线的。
去世？我叔叔和秦池资金往来的明细，我查了丁氏的账目。当年丁氏低价入股煤码头的时候，秦池过手，拿走了1000万。后来我叔叔对秦池又有过几次贿赂行为，都在这个 U 盘里了。这么多年，我好多次劝过他，不要这么干。他一意孤行，就是不听我的。薇薇，不管别的，你没有参与这些事儿，这对我和默默来说，就是最好的消息。我叔叔为了得到这方金印，牺牲了那么多人的性命。他说，他得到金印以后，就自己留着不再卖了。连伊娜都不相信他的规划，我居然相信了。我这么多年为了金印到处奔波，谁又能相信我是无辜的呢？我信。谢谢。其实这些年，他做的事儿我也略知一二吧。因为他是我的亲人，所以我就自欺欺人了。可现在想想，这跟故意包庇也没什么区别。现在真相大白了，我也不能再麻痹自己了。薇薇，别想太多，先主动配合警方的调查。法律不会放过一切罪恶，也会保护那些心存善念的人。江河，还记得我带默默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们重逢的场景？这几天经常想你了。这地方我以前那么熟悉，现在对我来说简直太陌生了。我想我真的该离开了，我不应该待在这儿，我不属于这儿。麻烦跟我们走一趟。都是外籍人士，来中国的投资者。你放心，我们会帮你通知大使馆和律师。
喂，大邹，你去找秦池了？你的人已经在这盯着了。那当然，他要是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好，能不能给我1个小时？我有些话要跟他聊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请他喝顿酒啊？就算你想，他估计也没这个心情了吧？毕竟搭了这么多年的班子，就当给他送送行吧。江总，秦池涉嫌贪污受贿，数额巨大，市里已经批准即日起对他实行留置。相关办案人员已经动身去加拿大了。他的老婆孩子还想锦衣玉食，那是没门了。好，1个小时后，你来人把他带走吧。那行吧，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知道了。怎么是你啊？不请我进去坐一坐吗？进来吧。坐。哼，码头一出事儿，我就知道我走不了了。老秦，我刚来东江港，就赶上1代号沉船事件。那个时候呢，你觉得你自己的位置被我这么一个外行人给占了，就抱病在家，对我避而不见。现在想一想，好像也就那个时候，咱俩好好喝过一顿酒。这一上来就敬酒，看来是送行酒啊。胜者王侯，败者寇。你这个胜利者的姿态，我怎么看着就不顺眼呢？老秦，你不是一直都看我不顺眼吗？我们2个的价值观不同，追求的人生目标也不同。你的这套胜者为王，败者寇的理论，我先不跟你争辩。我这次来，就想问你一句话。有什么事儿，说吧。你在东江30几年，卢市长视你为东江港的功臣良将。说实话，前些年查办丁氏集团违规收购煤码头案件的时候，我对你产生过质疑。那个时候，卢市长对我说：“秦池是个有原则的人，他不会做违背党性、违背原则的事儿。”可你却辜负了他这份重要的信任。你收受孟建荣巨额的贿赂，你放任他在重要的防洪堤的项目上偷工减料。老秦啊，老秦，那年洪水来的时候，要不是我们抛石护堤，不是老卢叔用命勘探出险情，整个煤码头甚至东江港都将万劫不复啊！别说你是一个国家公职人员，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这钱你都肯拿，你良知何在啊？我承认，我是收受了孟建荣的钱，可是当初我负责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也是尽心尽力呀。谁不知道防洪堤的重要性？他偷工减料挣的那份钱，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老秦，你这道口子不开，那朱三才敢跟孟建荣同流合污吗？那孟建荣是这么大胆子啊，明目张胆的用劣质材料。老话说，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东江港待你不薄，你如何在这条道上一直走到今天？回头？怎么回头啊？当初防洪堤的质量上出现了问题，你敲山震虎，我不是不知道，我能听不出来吗？可是我又能怎么样？我也是没办法。就算是我收手了，像孟建荣、朱三才、赵达夫，他们还年轻啊，他们的敛财之心比鲸鱼的口还大。如果要是因为在我这方面让他们利益受到了损失，他们随时可以反过来咬我一口。还有那个丁怀，如果我不配合他，他有的是办法整我。我能熬到退休，跟我的妻儿去团聚吗？老秦，这不能成为你贪婪的借口。究竟是他们威胁了你多少，还是你自己主动的成分有多少？我相信法律会有一个公平的衡量。你的这套说辞，是为了欺骗别人，还是为了欺骗你自己？最后都会有个答案的。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当年玉太号的沉船事件，就是丁怀一手炮制的。这么多年，你一直当他的帮凶，你给妻儿的每一分钱，真就花得这么心安理得吗？秋华，我的老母亲很早就过世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老婆和孩子。这些事情都我做的孽，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啊！老秦，他们怎么能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你的这点工资，怎么支撑他们在加拿大那种优越的生活？反贪局的同志已经去加拿大了，追交财产是肯定的了。秦叔，我再最后这么叫你一次，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喝酒的时候，我说我为什么接东江港这个烂摊子吗？我说我怕东江港倒了，我无颜面对我爸。时至今日，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说，我不负初心。可你呢，秦叔？我问你一句，九泉之下，你想好怎么见我爸？见老卢叔了吗？时间到了。
闯关了。是啊，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啊，就觉得之前付出的心血都值了。哎，一伟，你那边不会掉链子吧？哎呀，江总，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今天所有的司机啊，都是当年我从轮胎吊里面精心选拔出来的，用他们最节能的操作方法，绝对快很准。我们运用了最新型的桥吊节能方法，大大减少了装卸环节中的空载动作。我们最好的司机一个人1小时可以完成197个集装箱的装卸工作。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古德龙时基号进港了。今天是东江港海湾1期工程建成开港的日子，超级集装箱货轮古德龙时基号也在引航员的指引下成功靠岸。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即将为古德龙时基号服务的桥吊司机，为了超级货轮的到来，他已经早早做好了准备。倩姐，此时此刻，以海为证，嫁给我吧。2年后，东江港2期智能化码头正式建成开港。东江港人坚持深化改革，勇于大胆创新，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让东江港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东江港口集团通过收购、整合，具有突出战略地位和市场价值的外国港口，打造了一条便捷高效的海运物流业务链。今天，在世界10大港口中，中国已占据了7席。作为交通和物流枢纽，中国港口已成为中国与全球有机连接的重要支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仅以此片，向40年来锐意改革创新的中国港口人致敬。